河北省邯郸市在战国时是赵国的都城，之后的两汉时期属于藩王的封地。东汉末年，邯郸逐渐衰落，其东部的邺城兴起，成为北部的中心。隋唐时期，因邺城被杨坚焚毁，邯郸这一带的中心开始转向大名府和广平府。直到民国初年，随着京汉铁路的开通，铁路沿线的邯郸才又成为济南的中心城市。今天我们去的广府古城，就是在明清时期长达545年之久的广平府治所，简称为广府，位于河北省邯郸永年区东南20公里处，西南距离邯郸市区15公里。广府古城从建邑曲梁城算起，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。秦末设广平郡，一直是郡、州、路、府、县的治所。其中在隋末唐初还成为窦建德、刘黑闼定都之地。广府古城坐落于达4.6万亩的永年洼湿地中央，为独一无二的旱地水城，被誉为北国小江南。广府古城城墙相传为窦建德所建，明初重修。周长9里13步，高3丈5尺，城上建树楼、敌楼、铺设、甬道，易守难攻。在国共战争时期，广府城是国军在济南的最后一个据点，于1947年10月5日才被攻破，晚于其他地方2年之久，其坚固程度可见一斑。广平府于民国初被撤销，永年县城也在1958年搬迁到京汉铁路沿线的临明关。从此，古老的广府城沉寂了下来，成为了永年县的一个乡镇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广府古城才没有被后来迅速发展的城市建设所破坏，成为北方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城池，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广府古城还是杨氏和武氏太极拳的发祥地，杨氏太极拳创始人为杨露禅，武氏太极拳创始人是吴宇香。杨氏太极舒展大方，武氏太极小巧紧凑，两种拳式均以柔中遇刚，刚柔相济见长，影响广泛，其弟子遍及海内外，因此永年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太极拳之乡。广府古城东2.5公里处，红济桥横跨在阜阳河上，是一座单孔双场监视石拱桥，全部用石块砌成，石料里还有一些古脊椎生物化石、三叶虫和蛤蜊等清晰可见。红济桥被称为赵州桥的姊妹桥，不仅仅是因为赵州桥又名安济桥，和红济桥同为济字辈，更重要的是在修建年代、桥的外形、结构与功能等方面，二者都十分相似。不同的是，红济桥长48.9米，赵州桥长50米，红济桥略小一些。现存石桥为明万历10年重修，桥上有18对望柱，有些望柱顶端还有狮子、仙桃、猴子等形象。两侧有34块栏板，栏板内侧刻有虎、鹿、麒麟、花卉及民间典故等图案，雕刻十分细致。